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 FrameScape 数据过滤架构。这项研究由哈尔滨理工大学与中关村学院共同完成。他提出一种仅用 20% 原始数据的过滤架构，该方法成功突破了 VLA 模型的训练瓶颈。核心思想是剔除 80% 冗余的轨迹帧，只保留最具价值的关键交互帧，如抓取瞬间。机器人因此学会了更聪明的观察与抓取。实验证实该方法具有卓越的有效性，这标志着数据层优化成为核心趋势。帧跳过方法仅保留2%的原始数据，它成功剔除了 80% 的冗余轨迹信息。与全帧基线相比，综合成功率获得显著提升，从 66.50% 升至 76.15%， 提升幅度接近10个百分点，验证数据过滤有效性。本方法证明核心是数据质量远比数量更关键。在机器人强化学习中，这是一条核心原则。最终模型用更少帧实现了出色的任务表现。当前 VLA 模型默认遥操作数据每帧价值相等。均匀采样假设隐藏着算力分配的陷阱，缓慢靠近这类低价值动作消耗着同等算力，精准抓取这类高价值动作也消耗同等算力。关键交互帧因此被淹没在海量冗余帧中，模型宝贵的算力资源被大量无聊动作稀释。这一均匀采样假设造成算力分配严重失衡，突破这一假设才能释放模型潜在能力。时间分配显示 90% 的动作平滑且无聊，这些动作包括靠近、悬停以及返回等阶段，只有 10% 的时间在执行真正的关键交互。在固定优化预算下，关键帧被低信息帧淹没，散点图中大量蓝色点包围3个红色关键点，这一现象正式名称为时序监督不平衡。它揭示了 VLA 训练中的监督分配问题，不平衡使模型难以聚焦决定成败的瞬间。机器人抓取任务可分解为4个典型阶段，靠近阶段失败率为0，属于简单动作；移动阶段失败率仅 4.5%， 对准与抓取阶段失败率高达 16.5% 到 31%， 释放阶段失败率更是达到 48.5%。 低价值动作靠近和移动几乎从不失败，高价值交互抓取和释放却频繁出错，这说明系统局部监督严重不足，需重新分配注意力。FrameScape 是一种纯数据层的帧选择框架，它通过计算每帧的重要性得分来筛选数据。这种动态感知机制能根据动作剧烈程度抽帧，高度浓缩的特性过滤了长尾低效数据。即插即用的设计无需修改任何现有模型。该框架将训练样本重新映射到高价值帧上，这解决了时序监督不平衡带来的注意力稀释问题。其核心是在数据源头实现智能化的监督重分配。传统 VLA 优化往往需要修改模型架构或损失函数， FrameScape 则完全不同，它零修改模型架构，动作头和损失函数也无需任何改动，所有智能都集中在数据加载层，这就像换食谱而不是换大脑。数据加载层从被动读取变为主动过滤，这种设计让现有模型无需重新训练即可接入。数据结构优化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训练机制。FrameScape 的工作流分为3个关键步骤，第一步是获取原始密集轨迹数据，第二步通过特征提取预计算重要性评分，系统只保留约 20% 的高价值帧索引，第三步是实时重映射环节，数据加载器拦截标准查询请求，接着利用2分查找快速定位高价值帧，整个流程将冗余序列转化为精要训练样本。FrameScape 引入3大评分支柱，用于量化每一帧的价值。动作变异度，衡量动作变化的剧烈程度；视动一致性，评估动作引发的视觉环境变化；任务进度，先验预估当前是否处于关键阶段。3者通过加权求和得到最终的重要性得分，这样就能精准识别高价值帧，避免均匀采样的缺陷。实验表明，3个支柱缺一不可，共同决定过滤效果。这套机制让模型只关注最有信息量的数据。AVI 的核心思想是度量动作变化的剧烈程度，它通过公式计算当前帧与上一帧的动作差，并结合临近帧动作的局部方差来评估波动。物理世界中剧烈的动作变化标志着关键交互，比如机器人缓慢平移，阶段得分极低，自动被过滤，而转向、接触、抓取等突变阶段得分会飙升。
该机制使模型自动过滤低价值帧，聚焦突变 AVI 单独提升效果，但需结合视觉与任务鲜艳。VAC 全称视动一致性，基于动作与视觉变化的比值。公式用视觉变化除以动作变化分母加小常数防除0。仅凭动作幅度会漏掉关键交互，例如轻触表面引发变化。VAC 使用 DINOv2 编码器提取前后帧的视觉特征差异。当动作引起环境显著改变时 ，VAC 得分飙高；无实质改变的移动阶段得分极低，自动被过滤。这样能捕捉幅度小但后果重要的瞬间，如触碰或抬升。VAC 补全 AVI 的盲区，让帧选择更注重视觉反馈。TPI 是 Framescape 的第3大评分支柱，它基于高斯混合模型，对关键阶段做概率预估。在抓取点与释放点处，模型识别出2个明显峰值，这说明任务中段和末段交互最为密集。即使没有人工精确标注，标准高斯鲜艳也有效。它假设关键操作大多发生在轨迹中段，这种鲜艳知识能极大提升帧选择的信息增益。TPI 补全了动作与视觉之外的时间维度逻辑。激进裁剪潜在风险是意外删除核心物理接触瞬间。Framescape 为此设计了3重保底机制来防范丢失。第一重硬性保留轨迹的首帧与末帧，确保边界完整。第二重强制锁定夹爪发生状态转换的所有帧。第三重提取动作变化处于前 10% 的极值帧，抓住突变。这3重机制让 80% 裁剪率下关键帧也安全，它们弥补了评分策略可能的盲区，提供安全边界。物理交互瞬间被完整保护，不会因裁剪而丢失。Framescape 利用经验分位数阈值，精准砍掉 80% 的低信息帧，所有帧按综合重要性得分排序，低于阈值的帧被丢弃。这个阈值由训练集统计计算，保证只留 20% 高价值帧。仅靠阈值裁剪可能造成连续保留帧之间间隔异常大。系统因此加入时间一致性约束，智能回填补齐动作断层。当相邻保留帧时间差超过限度时，自动插入过渡帧。这样既保留了关键高价值帧，又维持了动作的平滑连贯，与保底机制协同，实现了精准且安全的帧选择策略。Framescape 训练策略的第一阶段是全帧预热，采用 100% 的全帧数据。在最初的几千步优化中，模型读取所有原始轨迹帧。这一阶段的核心目标是建立稳定的视觉动作对齐基础。它赋予策略模型一个可靠的初始化点，防止后续发散。根据最佳实践，大约5000步的预热即可完成该阶段，此后才会切换到高度浓缩的稀疏帧训练模式。预热避免了模型因过早面对稀疏帧而出现学习不稳定，它为整个训练提供了必要的感知预热，确保后续过滤有效。训练的第2阶段采用5:1的黄金比例采样策略，每个批次包含5个精简帧批次和1个全帧批次。这个全帧批次作为锚点，提供全局轨迹上下文。它防止模型对高度浓缩的稀疏过渡帧过度拟合，在聚焦关键动作的同时保持连贯的动作视野。这种混合采样平衡了效率与上下文完整性。实验数据显示，该比例能最大化学习收益。它避免了极端稀疏训练导致的动作断层风险。3个实验环境从不同维度测试 Framescape 的能力。Robocasa GRE 挑战双臂协同与灵巧手的精细操作。SimplerEnd 使用 VidoX 模拟并测试分布外泛化场景。Labro 考察 Frank 机械臂的长程语言条件操作任务。所有对比均基于相同 VLA 架构与相同优化预算，唯一变量是否开启 Framescape 的数据过滤策略。这种设置确保评估聚焦于数据过滤方法的收益。任务覆盖灵巧操作、零样本泛化与长程推理。在 Robocasa GRE 双臂灵巧操作测试中， Framescape 全面碾压全帧基线，放瓶子任务的成功率从 46% 跃升至 74%。提升幅度高达 28%， 放杯子任务也从 48% 增长到 60%， 提升12个百分点。覆盖24个任务的全局平均成功率从 47.8% 提升至 59.5%， 整体成功率净增 11.7个百分点，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。该场景涉及双臂协同与精细抓取，本身挑战性极大。剔除占80%的冗余帧后，模型专注关键交互瞬间，
少即是多的数据法则在灵巧操作中再次得到验证。Simpler environment 是零样本泛化能力，全局平均从 55.2% 升至 71.55%， 放茄子任务达 95.83% 的成功率。Liberal 验证长程任务表现，全局平均从 96.5% 升至 97.4%， 接近满分基线处进一步压榨极限。Framescape 不仅提升灵巧操作，也增强了模型的泛化与长程推理，数据留存率与成功率之间呈现中型曲线。10%留存率时，成功率为 55.0%， 20% 留存率提升至 59.5%， 50% 留存率达到峰值 59.7%， 100%全真成功率反而最低，仅 47.8%。这揭示了一个数据悖论：保留全部数据性能最差，盲目喂数据会稀释模型对关键帧的注意力。20%到 50% 的留存率实现了最高学习效率。随机丢帧，减少数据量，效果有限，成功率均值仅 66.83%。仅动作变异度，成功率显示动作信息有用但不够。加入视觉一致性，成功率升到 73.66%。视觉反馈增强判断。完整 Framescape 融合3项指标，达到全局最高 76.15% 成功率。剥离实验证明，每个组件都贡献不可替代的增益，增益来自准确看到最有价值帧，而非少看帧。这一结论印证数据滤除的本质是质量高于数量，故3项评分函数缺一不可，共同构成精准筛选依据。Framescape 揭示轨迹的结构化时序冗余，仅用1/5数据便超越全真训练性能。这证明提升数据质量远胜于增加数量。未来具身智能的胜负取决于抓大放小的智慧。帧级监督重分配应成为下一代基础设施。该方法在灵巧操作与长程任务中均获验证，其边界在于评分函数需要合理设计。后续可探索跨任务共享的重要性模式，从海量数据转向聪明摄取，标志着范式转移。